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孩子班级组织春游时，我遇见了当年看不起我的死对头。他看着我裤脚不小心沾上的泥点子，暗讽我是个工地搬砖的死穷鬼，随即又搂着班花炫耀着说，是用尽了人情才能帮孩子们预定到这最出名的度假村。我轻轻一笑，告诉度假村负责人，孩子们度假的食宿费全免了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儿子班级里组织了旅游，可我路上有些事情要处理，耽搁了一阵，成了最后一个到场的家长。没想到却遇上了当年读书时的死对头王浩。李丽，原来你就是李明轩的爸爸呀！王浩搂着班花，在人群中故意大声点出了我的名字，引得其他家长纷纷注目。不好意思大家，有些事情耽搁，所以来晚了点。我礼貌地笑着跟其他家长说抱歉，可王浩却故意想让我难堪，便大声嚷嚷着，李丽，你要大家等这么久，不会一开始是不想来吧？你当年家境不好，我也都知道。这度假村旅游的费用你如果负担不起，不来也是可以的。他带着嘲讽，笑着继续得寸进尺。不过，就算你没本事，也不能委屈了孩子，是不是？让你儿子跟着我替他缴了这一份钱，也不是不行。我听着他的话，只觉得可笑。明面上看是想帮我的忙，实际上却是想借此机会奚落我，顺道占我儿子的便宜而已。不过这么多家长在场，我可不想把场面弄僵，于是我也就假装听不到了。我和王浩是高中同学，过去他一直因为我穷而瞧不起我，又因为我和班花的那件事，带着全班同学一直针对我。高中生活我过得水深火热，所以一毕业我就和全班同学都断了联系。如今再见面，看他那眼神，估计以为我还是当年捡纸皮交学费的穷小子。我上了大巴车，随意找了个座位坐下。王浩带着他老婆，也就是当年班里的班花张梦梦，故意坐在了我的左手边。好几百年没坐过大巴车了，这坐着真难受。为什么不能自己开车直接去，非得搞什么集合？王浩在座位上嘟嘟囔囔，张梦梦微抿着嘴唇不说话，眼神却控制不住似的，时不时落在我身上。而一心想看我笑话的王浩全然没有发现，他隔着一条过道，不屑的眼神自上而下的扫遍我全身。我说，李丽，来参加儿子班里组织的旅游，好歹也穿件干净的衣服吧，你这鞋子裤脚都沾上泥点子了，咦，好像还有味呢。王浩一说完，我便看到坐我旁边的家长皱着眉，身子往里缩了缩，是想和我隔开距离的样子。这样拙劣的贬低人的手段和当年一模一样。以前他也是这样和别人阴阳怪气我身上有垃圾的臭味，在周围的家长把嫌弃的、好奇的、各种各样的目光投向我时，老师笑着出来替我解了围。明轩的爸爸一定是太赶时间了，没注意到。我带了纸巾，给你吧。我礼貌地道了谢。在这辆大巴车上，唯一不是看人下菜碟的人，大概就只有儿子班里组织这次旅游的老师了。擦得干净吗？脏死了！什么地方能沾上这么些脏东西啊？一位穿着珠光宝气的妈妈嫌弃地开了口，抬手掩鼻的动作间露出她手上价值不菲的大钻戒。这一听，明显就听出了他话里阴阳怪气的意味。可我已经不是当年那个自卑的小男孩了。我心平气和地和他们解释，只是在这边工地工作的时候不小心蹭上的而已，不是什么脏东西，大家不好意思了。
工地，我要笑疯了！王浩激动的声音都提高了几度。你小子当年在班里成绩不是很好的吗？怎么现在混得这么差呀？居然沦落到要去工地搬砖！你不会就是因为这个毕业之后才和班里的同学都断了联系的吧？我没有大话。车上气氛一度非常尴尬。这时不知道哪位家长突然插嘴说了一句：这附近的工地，那不是溧阳集团开发的新楼盘吗？我随着应了声：确实是。那是不是要打算建学区房呀？听说巨婴中学的初中部校区准备要搬到那附近去，真的假的？巨婴中学的升学率可是数一数二的，这样的话，入学名额会不会限制啊？明轩爸爸，到时候能不能托人帮忙给我们留一套啊？对呀，也给我们留一套。车内的家长一下子热烈地讨论起来，毕竟这是事关孩子上学的问题。现在大家把刚开始上车时对我的那种鄙夷的态度忘了一干二净。我正打算说些什么时，被一位家长的声音打住：溧阳集团的啊，那都是高档小区，20几万一平呢，而且还不是想买就能买的。不过我们家之前倒是在城西那边买过一套。开口的是刚刚那位戴着大钻戒的妈妈。此言一出，车内讨论的声音安静了不少，在座的大多都只是小康家庭。这位妈妈仅用3言2语就透露出了自己的一点优越感。此时一直默不出声的王浩嗤笑一声，毫不示弱的回击：哦，那你们知道今天这个度假村也是他们集团旗下的吗？还得是我啊，跟他们经理吃了好几顿饭才能帮孩子们订到旅游的地。与其拜托一个工地搬砖的人，还不如来找我呢。王浩坐在位置上抖着腿，眉眼间全是得意的模样。他说的话已经挑明了看不起我，但这话虽然难听刺耳，在场的家长也没有一个站出来说一句不是。毕竟如果王浩说的话是真的，他们还要指望这点关系帮自己孩子争一套学区房。利益面前，正义都晋升了，如当年他在学校带头孤立霸凌我一样。当时也是没有一个人能替我说一句话。此时的我静静地坐在座位上，一言不发。王浩是班里有名的富二代，家里的爸爸做生意人脉广，所以我知道他没有在吹牛，只是他不知道，区一个经理还没有这么大的权力把整个度假园区空出来。真是谢谢王爸爸了，咱们班的孩子知道这次能来度假村旅游，都高兴坏了，哈哈哈。孩子们由另一位老师带领着，此时也同我们一样坐着车前往度假村呢。到了地方，咱们宝贝们见到爸爸妈妈一定很开心。老师赶紧出来打着圆场，避免车上的气氛尴尬。这时一位戴眼镜的家长举起了手，看这模样斯斯文文，估计也是知识分子，对孩子成绩非常关心的那种。果不其然，他开口便是：老师，我们家子涵最近的学习怎么样了？对呀，老师，说说孩子们的学习情况吧。其他家长听了也纷纷应和。老师不好意思直接点名，他眼神在车上所有的家长身上扫视了一番，最后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似的停留在了我身上。宝贝们的成绩都是有进步的哈。在这里，老师就给咱们爸爸妈妈介绍一下，咱们班这次期中考的第1名，李明轩的爸爸。老师带着头鼓掌，我略带吃惊的笑着跟他们点了点头。方才还因王浩的话对我略有嫌弃的家长们，此时通通又变了表情。明轩这么聪明，明轩爸爸有没有什么经验分享啊？车上有人突然开口，
突然间，所有人的目光全都落在了我身上。我客气又谦虚地开口，全靠孩子自觉和勤奋，成绩都是孩子自己努力得来的，做家长的只是在生活上照顾照顾而已。这时，王浩脸上的不屑通通显露出来，读书再好有什么用？你当年也是班里第一，怎么现在不也照样在工地上干苦力？自从我解释了，说我裤脚上的泥是在工地上染上的，王浩就先入为主的判定了我是个在工地搬砖的穷鬼。可是啊，他不知道，高中毕业之后，我就被接回了本家，是他们口中人人为之惊叹的溧阳集团的继承人。去工地只不过是顺路视察一下自家的工程进程而已。王浩一直是这样捧高踩低的人，对有权有财的人谄媚奉承，对普通人则是奚落取笑。我正是深深厌恶这一点。如果我真的只是个工地搬砖的普通人，我也仍不觉得靠自己双手劳动获得的财富有什么卑贱。所以一开始我并没有特意去解释王浩对我的误解，可是这却促成了王浩得寸进尺的模样。王爸爸，您不能这么说，工作是不分贵贱的。老师此时看不下去，替我说了一句话，因为我不希望我的孩子像王浩那样，因为有钱就到处看不起别人，所以入学资料那些我都是托了认识的校长办的。老师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，儿子在学校也从未和别人提起过我的工作，即便他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，也替我说了话，这让我很感激他。突然有明白事理的家长在此时也应了一句：对啊对啊，不能这样说，不能让孩子有这种错误的观念，做家长的要言传身教才是。切，王浩感觉有点自找没趣，决定不再抓着我工作这件事了。可他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，话题又不怀好意的拐到我老婆身上。我说：李丽，怎么就你一个人？你老婆呢？我淡淡开口，她这次没有来。家庭教育也很重要啊，孩子的事做父母的怎么能缺席呢？大家说是不是啊？王浩特意搬出了大家，想让家长们这次站在他那边。我解释道，他工作比较忙，确实走不开。王浩调笑着说：哟，这么说你老婆还是个女强人喽？老同学，不是我看不起你啊，有本事的男人是不会让自己的老婆整日出去抛头露面的工作的。老婆，你说是不是？张梦梦在一旁听了，顺从的应着，但脸上却是十分不自在的笑。多年未见，张梦梦那张漂亮的脸保养得当，与当年差别不大，只是她眼神里暗淡无光，浑身上下笼罩着深深的疲惫。王浩说着，还特意宠爱似的在我面前掐了掐张梦梦的脸，因为他知道高中时我曾给张梦梦送过一封情书。高中时候的张梦梦明艳动人，连校外都有不少爱慕者，每天情书收到手软，而我恰巧也亲手交过一封。当时的他面带羞涩的接过，亮晶晶的眼里倒映着我的脸。我原以为他和别人不一样，不会因为我家里贫穷而看低我，可令我没想到的是，第二日他便亲昵地挽着王浩的手，坐上了王浩他家的小轿车。后来张梦梦私底下找过我，她泪眼汪汪：李丽，只能怪你出身不好，我们只能是有缘无分了。而王浩知道了，特意拿着那封表白信，在全校之间传阅，带着一群跟随他的人，日日奚落取笑我。某些人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班花也敢肖想，只有王浩那样的富二代才配得上张梦梦。李丽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想追女神，
笑死！你是要女神一起陪你剪纸皮吗？哈哈哈！那时候充斥在我耳边的，竟是这么些难听刺耳的话。往事如过眼云烟，现在的我回想起来，王浩他们就是一群肤浅又没品的小屁孩，只会用尽拙劣的恶言恶语伤害别人，以维持自己的优越感。至于张梦梦，恨吗？算不上恨，因为原本那封信就不是我写的。高中的时候，张梦梦经常会来问我学习上的问题，她成绩一直平平，学习也很吃力，课上老师有时讲得快了，她便会跟不上。因为是同学，她来找我问问题，我也都会耐心的解答。我替她记笔记，画考试重点，甚至还把她的英语口语成绩提高到了能参加竞赛的水平。在那次英语口语竞赛中，张梦梦不仅夺得了很好的名次，而且凭着优越的外在条件和甜美的声音，还吸引了不少外校的男孩子的注意力。情书就是他们其中一个托我教的。比赛过后，张梦梦拉着我的手，激动地和我说：“李丽，谢谢你，老师说我在这方面很有天赋，全靠你，我才找对了学习方法。”我摸了摸他的头，鼓励他说：“其实这全靠你自己的努力。”那时的张梦梦眼眸灿若星辰，她梦想着以后要努力学习，要成为一个出色的外交官。可这样的女孩子，怎么现在就甘愿做一个家庭主妇了呢？凭王浩爱面子的性格和大男子主义，他是绝不可能让张梦梦出去工作的。在他眼里，女人就得在家相夫教子，最适合女人做的工作就是家务活。在怀着这样封闭落后的观念的男人身边，怎样耀眼的光芒都会被慢慢的磨灭。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。这么想着，我也就不再去深究张梦梦和王浩在一起背后的原因了。只是张梦梦偷偷看向我的眼中，总含着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，眼波流转，但全部都被我有意避开。不知不觉中，车子已开到了度假村。各位爸爸妈妈们，咱们到了。老师首先下了车，在前面领着路，走到会所门口。度假村的经理正站在门口正中央，等待着我们。刘经理啊，久等了，哈哈哈。王浩抢风头似的从人群中挤出去打招呼，弯着腰欠着身子握手的态度和面对我时判若两人。王爸爸真是厉害啊，居然能认识到度假村的经理。之前我们家孩子哭着闹着也想来这里旅游来着，但连蹲了好久也没能蹲到房子，都被人订满了。对呀，要不是王爸爸有本事，孩子们都不能来呢。虽然家长们在底下窃窃私语，但这些都一字不落地落入王浩耳内。他脸上的表情沾沾自喜，此时觉得自己就是在这群普通家长中的人上人。但这些对他来说还不够。王浩和经理简单的讲了几句话之后，视线落在了我身上。他故意点了我的名字，李丽，好好见见世面哈。别说老同学，我没有照顾你，能来这里的人都是有头有脸的。要不是我，你一个工地搬砖的，可能一辈子都进不来呢。家长们纷纷回头看我反应。王浩他也以为他能让我丢面子，可没曾想，他身边的度假村经理开了口：“李先生，你也在啊？”经理的口吻非常恭敬客气，我倒是习以为常，因为这个度假村之前我和老婆谈恋爱的时候就经常来，经理自然也就知道我的身份。可这一幕令王浩瞠目结舌。李先生，刘经理，您认识他？刘经理看了我一眼，说话有些迟疑。我老婆认识他。我解释的云淡风轻，
因为我不想直接点明身份，老婆职业又特殊，所以刘经理也不好明说。但我们对话这场面，在王浩看来，像是我在故意攀关系。你老婆认识？那你老婆不会是度假村餐厅里哪个后厨洗碗的工作人员吧？王浩又开始了刻意的贬低，这种不怀好意的嘲讽我可以默默接受，但我老婆不行。如果明知对方贬低自己老婆，自己再不有所反击的话，那我也算不上一个男人了。能让对方感到挫败的，便是在他最在意的方面狠狠地打他的脸。于是我用眼神直接对上王浩身旁的刘经理，用吩咐的口吻说，这次是我儿子班级组织的旅游，所以他们在度假村里的食宿就全都免了吧。我的语气说得像买东西砍价时抹零头似的简单，在场的所有家长听着都停顿了一下。王浩看了一眼刘经理，又看了一眼我，突然觉得我是个失心疯，在这里胡说八道。他急了，直接跑到我身边，在我耳旁恶狠狠地警告，你要发疯，别在这疯。这是我费了好大人情才能结识的刘经理，要是惹了刘经理不开心，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压低声音的威胁只有我们两个人听见。此时家长之中那位戴着大钻戒的妈妈也看不下去了，本来在车上被王浩对的那一句就一口气噎着不舒服，现在还要被我们视若无人的晾着，他哪里乐意？况且我看得出来，他和王浩一样，认为我只是个普普通通的工地搬砖的穷鬼，财力势力远不及他们。方才我和度假村经理说的话，无异于醉酒的疯子在吹牛。于是他直言讥讽道，还早上了你就开始做梦了？全免的意思是你自己全包了是吗？真是好笑。你知道在这度假村的酒店住一晚要多少钱吗？怕是你在工地上搬1年砖都付不起。我有没有这能耐？你看刘经理答不答应就是了。我漫不经心地理了理衣袖说道。这时现场一片安静，所有人的目光落在了度假村经理身上。出乎他们意料的是，我说的话刘经理不仅不恼，而且还陪着笑地说好。言毕便马上和老师着手去办理了。我去，原来李爸爸这么厉害啊！不是，李爸爸不是工地班，那个在工地工作而已吗？怎么刘经理对他态度那么好？等等，是我们误会了吗？人家只说去过工地，好像从来没有承认过是在工地上搬砖的。刚才一路我就觉得王爸爸说的话刺耳难听，好像在专门针对李爸爸来着。家长们交头接耳，一人一个眼神，将王浩的面子往地上狠狠碾压。他的脸色被气得一阵青一阵白，在感到一腔怒火，感到无处宣泄之后，王浩他竟偷偷地狠推了一把他的老婆张梦梦。都怪你，硬是要我参加这破旅游，这下你满意了？我的脸被你害得都丢尽了。声音不大，但却清晰地传入我的耳朵。我不是。张梦梦被说得一脸委屈，眼泪直在眼眶里打转，但却不敢多反驳王浩一句。看来这些年她嫁给王浩也并不是那么的好过。那个明轩爸爸，您真实的工作究竟是什么呀？一位家长不知何时已站在了我身旁，他略带讨好的笑着问我，就普通工作而已，和大家都一样，都是打工人。我模糊的解释，其实我也算不上撒谎，我确实和他们一样是打工人，只不过是为了自家的企业打工而已。那经理为什么对你这么客气？他依旧不依不饶。王浩假装不在意，但也偷偷竖着耳朵来八卦。没办法，好像糊弄不过去，那我就只好把老婆拿出来挡一下了。我回答他，
那估计是经理卖一个人情给我老婆吧？那你老婆很有钱吗？我迟疑了一下，在想怎么编一个低调又合理的借口。此时，手机中老婆来电的专属铃声响起，我趁机马上接通。老婆。接着我指了指手机示意，借机逃离了这位家长的八卦。老公，今天儿子的班级旅游怎么样啊？好不好玩？刚到地，还没见到孩子呢。你不是在忙吗？怎么突然打电话过来了？人家想你们了吗？都怪这红毯，时间不凑巧。你和儿子不会生我气吧？工作的事不能推，我和儿子都理解的。儿子都说认真工作的妈妈最漂亮，至于我，老婆努力赚钱给我花，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你又在不正经了，我挣的这点钱你还看不上呢？哎呀，再过几年我就隐退好了，顶峰的风景我都看腻了。今天碰到了好多新人，一口一个前辈的叫着，感觉我都变老了哼。老婆还是一如既往的爱撒娇，我也趁机逗逗她。于是我开口：怎么会呢？我老婆那么漂亮，一点都看不出年纪，甚至一点也看不出来比我大。你又在笑话我是不是？小心我回去家法伺候。哎呀呀，老婆大人，我错了，我下次不敢了。我配合着求饶。听到电话那头经纪人的声音，我知道他要继续忙了，也就挂了电话。回头一看，竟发现王浩不知何时站在了我身后。不知道刚刚的通话内容他听了多少，他笑着走过来，攀上了我的肩膀。正当我疑问我俩的关系何时变得这么亲时，王浩露出了他的真面目。他扯着嗓子大喊：李丽，看不出来啊，你老婆居然是个有钱的富婆，好本事啊！听说富婆都喜欢身强力壮的，你在工地上干活这个是吗？果然，王浩脸上尽是猥琐至极的油腻表情。他话说了一半就停了下来，明显就是有意引导别人往某些思想龌龊的地方想。你老婆究竟多大呀？60、70，虽然年纪比你大，但有钱的话应该还保养得不错吧？不过也不重要了，关了灯都一个样，为了生活嘛。老同学不歧视你，大家脸上的表情都不是一般的丰富，尤其张梦梦，在漂亮的脸上，此时都掩盖不住她鄙夷的神情。或许之前还有一些老同学重逢的欣喜，此刻全都荡然无存了。或许他觉得，他虽然跟着王浩不是特别的幸福，但也好过我这个被富婆包养的男人10倍100倍。其他家长眼神闪躲，怕是全信了王浩的话。怪不得我说话对他们遮遮掩掩，原来是觉得丢脸，不好意思明说。此时的他们都自觉着高我一等，看着眼前的各位，我感到更多的不是愤怒，而是怜悯。仅凭几句话，王浩就片面地认定我刚刚在刘经理面前那么嚣张，是因为傍了富婆。在他的眼里，我的老婆是个又老又丑的女人，这才是能让他感到心理平衡的合理想象。可事实上，我老婆也就比我大几个月而已，只有通过对他人的贬低，才能使他心里好受些。我真的为王浩感到可悲。笑够了吗？我冷冷地问着眼前的王浩，对他发出警告。今天在这里是为了参加孩子班级组织的旅游，所以我不和你多费口舌。但是这之后，关于诽谤的律师函我一定会寄到你手上。也许是第一次见到我这副模样，王浩一时竟愣在了原地，不知作何反驳。就在这时，不远处一位大腹便便的中年男子听着这边的动静走了过来。人群中那个戴着大钻戒的妈妈激动地朝他招了招手：老公，这边。他用不屑的眼神瞥了我一眼，
随即落井下石的讥讽道：“巧了，我老公就是律师，他约了人也在这边谈工作，倒是可以让他帮你啊。不过要真做了这种事，堵住了口，堵不住人心，恐怕孩子都抬不起头来了。”她话一说完，就忙着招呼她老公过来，可没成想，她老公却完全没有理会她，直直地走到了我面前。那人西装革履，从头到脚一身装扮都不是便宜货，想必也是什么非富即贵的人。可他见了我，却激动地把手往衣服上蹭了蹭，才敢试探着对着我伸出来：“李总，这要巧啊！您看，您还记得我吗？我姓石，之前我们团队和您见过的。”我看着这张脸，仔细想了想，哦，原来是之前在集团有过一点交集的律师团队，他是其中之一。老公，你是不是认错人了？那位妈妈上来扯了扯她的手，小声问道。可她老公天生一副大嗓门，直接大声说道：“怎么会？我就算是瞎了也不会认错。这位是溧阳集团的总裁，李总。哎，媳妇，你怎么不早点跟我说？咱儿子与李总儿子是同班同学。”话还没说完，那位妈妈现在看着我眼睛都直了。李丽，她说的是真的吗？一直安安静静待着的张梦梦也忍不住了，开口问我。所有人目光投向我，而我却感觉解释实在有点费劲了。那位妈妈听了她老公的话，仍是觉得难以置信。可他不是只是一个工地搬砖的而已吗？谁说李总是搬砖的？简直在开玩笑。别说李总投资的其他什么产业了，就单看全市多少楼盘是溧阳集团旗下，你不清楚吗？就你心心念念的那片学区房，也是李总人家集团旗下的。提到学区房，在场的家长脸色立刻变得非常难看。完了，咱们还想着抢一套给咱孩子升学做准备呢，这是不是没戏了？不知道人李爸爸会不会记仇？天哪，刚刚咱还怀疑别人傍富婆呢，你可闭嘴吧你！刚刚听得最起劲的就是你，那这度假村也应该是李爸爸在背后安排的才对吧？我猜也是，想不到吧？某些人装阔佬，装到正主面前来了。王浩在一旁听着，更是一脸的不可置信，张嘴张了半天，说话都结巴了。不可能，他读书的时候连学费都是卖纸皮凑的，怎么可能现在就变成溧阳集团的继承人了？肯定还是靠他老婆。现在的王浩就像跳梁小丑一般可笑，他在原地抓狂发疯，然而却没人愿意再搭理他了。我同样也懒得再解释。就在这时，班里的另一位老师带着孩子们过来了。爸爸，儿子一脸兴奋地跑着扑向我，看着儿子这天真可爱的笑脸，我先前心里那些郁闷总算感觉消散了些。其他孩子也纷纷投进他们的父母怀里，唯独王浩看见他那一对双胞胎女儿之后，脸色更冷了，直接不耐烦地朝他们喊出来：“别来烦我，俩赔钱货！”我想起来了，过去在班里，王浩可是整天嚷嚷着要生2、3个儿子的人，是典型的重男轻女。现在我才明白，为什么张梦梦在王浩身边是那个样子了。大概平日里王浩拿着事骂过他们不少。我抬眼看去，张梦梦站在身旁抿着嘴，一脸想哭的模样，但眼泪愣是一滴都不敢落下。她求助似的望向我，可就算曾经是同学，我也不太好掺和别人的家务事。于是我跟在场的家长说，我给大家改了住的地方，比原定的要好一些，坐了1天车，孩子们都累了，不如先去住的地方休息一下吧，晚点老师通知了再集合吧。
所有人都拉着孩子，心情不错的去放行李了，除了王浩，他把我单独拉到一个地方，咬牙切齿的开口：“李丽，你可真能装啊！装！我好像只是懒得解释而已。一直说的最起劲的人不是他吗？”我甩开他搭在我肩上的手，顺道拍了拍灰尘，反击道：“再怎么样也没有你厉害，想象力都能编小说了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这种自以为是、高高在上的性格还是一点也没变，还是一样的可笑。”回去后，老师拉了一个新的家长群，满屏的消息中没3句话就要提到我一次。李爸爸拉进来了吗？可不能少了人哈。这环境真不错。李爸爸玫瑰墙，要我说啊，明轩这么聪明，就是随了爸爸，怪不得能考第1名呢。我们家的还要和明轩好好学习才是。明轩爸爸，我们家子涵在班里和明轩玩得最好了，加个微信，有空一起出来玩吧。我们家孩子也是，好友验证消息一条接着一条，就连一直跟着王浩针对我的那位戴着大钻戒的妈妈也位列其中。在一众我是 XXX 爸爸妈妈的验证消息中，唯独张梦梦的与众不同，她给我连发了3条：“对不起，我后悔了，我现在好想你。”看到这几个字，我猜想张梦梦一定是有什么地方误会了，是多年前的那封情书，还是刚刚对视的那个眼神，亦或是知道我真实身份了之后才故意这样。我这么想着，干脆关了手机清静。可没曾想，晚上刚哄完儿子入睡的时候，房间的门被轻轻敲了几下，我还以为是什么客房服务。打开门一看，站在门外的竟是穿着清凉的张梦梦。她面带惊喜：“李丽，我就知道你还没睡，有什么事吗？刚刚我给你发的消息，你有看到吗？”“看到了，但我想你应该是发错人了。”我语气非常冷淡，已经完全表明了我的态度。我没有发错，李丽，我就是发给你的。当年拒绝了你，我一直很后悔。其实当时我喜欢的人一直是你，谢谢你的喜欢，但我现在有家庭了，抱歉。正想把门关上，可张梦梦却不依不饶地用身体抵住。她突然在我面前哭得梨花带雨。“李丽，我和你坦白吧，这些年我过得一直不好。王浩不让我出去找工作，我每天在家里就像一个佣人一样被他呼来喝去。他还一直想要一个儿子，可当初我怀第1胎的时候是双胞胎，生产时大出血，连命都快没了，还要一直遭他白眼。李丽，算我求你了，你帮帮我。”我猝不及防地被张梦梦握住了手，她整个身子朝我靠了过来。“李丽，你听我说，我当年拒绝了你，你也一定感到过遗憾的，对不对？我知道你老婆比你年纪大，所以你可以看看我，我可以不要名分。真的，你是疯了吗？”我马上用力甩开了他，难以相信，他现在竟然变成了这副模样。张梦梦跌坐在地上，头发凌乱，整个人跟失了魂似的。我不知道她今晚是受了什么刺激，才来到我面前这样子。念着给她留个体面，完了我只劝她冷静一点，顺便建议她，如果真有什么过不去的事，最好还是找警察。交代完之后，我马上掩上了门。为了避免肢体接触，我连坐在地上的张梦梦扶都没扶。可我没想到，在不远处我没注意到的角落里，有人将刚刚的一切都录了下来。直觉告诉我，昨晚张梦梦来找我的目的不是那么简单。戒心那么重的王浩，怎么会连自己老婆穿得一身清凉，大晚上来敲别人房门都不知道？果不其然，第2日，王浩就带着视频来找我了。他阴恻恻地开口：“
你答应我一个条件，我就把视频删了。我有点看不起他。王浩，讲真的，我以前只是觉得你目中无人，头大无脑而已，没想到你居然这么下贱，让自己老婆干这种事情。呸！你别以为我不清楚你俩之前的那些破事，我早就知道张梦梦这个女人的心一直在你身上，我只不过将计就计了而已。别扯开话题，我是认真的。你不答应我，我就把视频发到家长群里，再发到网上去，大家都知道你老婆比你年纪大，到时候我就说你因为梦梦年轻又漂亮，所以耐不住寂寞骚扰她。王浩越说越像那么回事。反观我倒是很奇怪，他为什么那么热衷于把绿帽子往自己头上戴。于是我毫不在乎的两手一摊，对着他说：“那你直接发吧。”你王浩在我面前气手抖，一咬牙，还真打算闹个鱼死网破。只是他过于紧张，连锁屏密码都输错了好几次。完了，他嚣张跋扈的把手机举到我面前。家长群的聊天界面上，视频正在上传。就在这时，身后传来了一阵孩子的声音，两位老师正带着孩子们往这边来，并且周围的家长也开始围了过来。爸爸，儿子一脸激动地举着他的电话手表，奶声奶气地和我说：“爸爸，刚刚妈妈和我打视频了。”打视频？怎么会？我有点惊讶。那不是同学们都看见妈妈的样子了？儿子一脸骄傲的点头。他们都说妈妈好漂亮。这时，其他孩子也非常兴奋地对他们的父母说：“是真的，明轩的妈妈是电视里的漂亮姐姐。”我安静地听着他们的谈话。姐姐应该叫阿姨才对吧？可是她真的好漂亮。那是电视里的哪位姐姐啊？就爸爸手机屏幕里的那个漂亮姐姐啊！我去，我的女神，影后杨颖。真的假的？杨颖确实早就结婚生子了，但她老公是圈外人，也从来没有公布过孩子的正脸照片。我天，按照之前爆料的孩子年龄来说，还真符合。等等，你别激动，先和我解释手机壁纸是什么回事。老婆饶命！我听着有点忍俊不禁，看来老婆在电话里说的想隐退是真的了。热闹的同时，王浩拍的那个视频已经完成了上传，现在他就算想撤回也来不及了。不可能！你老婆怎么会是当红影后杨颖？王浩知道这个消息，简直就要被吓懵了。谁不知道影后杨颖美貌与实力并存？此时如果说我放着家里这么一个大美人老婆不要，去觊觎他老婆，那真的是笑掉大牙了。王浩先前准备的一整套说辞全部作废。家长群里看着王浩发上来的一段视频，瞬间炸开了锅。这是什么意思？王爸爸他老婆大晚上的跑别人房门口干什么？听说他们之前是同学，不会是我想的那样吧？我去，这件不见啊，还是他本人发的，他这什么意思？不会是想冤枉李爸爸勾搭他老婆吧？真是笑死了。他发之前完全没有想到人家老婆是影后杨颖吧？大家当着他们俩的面毫不留情地开口议论。张梦梦在一旁听着，脸色煞白，咬破了唇，都没想到辩解的话。她救助似的靠近王浩，可没想到王浩这个死要面子的，关键时候竟把自己老婆推了出来挡枪。他手指直指着张梦梦的鼻子，破口大骂：“是他自己一个不要脸去勾搭的。”见到这场面，大家都愣住了几秒，可没想到这时候一向隐忍的张梦梦终于爆发了：“王浩，你个混蛋，你给我住嘴！
明明是你让我去敲的门，你现在在这里装什么？从以前你就气不过人家比你优秀，现在知道人家比你有钱了，你心里更是不平衡，想要恶意诋毁人家，你就是个没用的垃圾男。张梦梦越说越激动，末了还得旁边的家长拉住他，才没上前把王浩的脸挠破，场面一度非常难看。尤其现在孩子们都还在旁边，我实在忍无可忍，直接开口：闹够了吗？所有人都安静下来看着我，我深呼吸一口气，走到了王浩面前。无论过去还是现在，这些事就都在今天解决了吧。我拿出手机，公开放出昨晚张梦梦在我房间门口说的那些话，一字一句无比清晰。确实，我录了音，从张梦梦给我发的那几条好友验证消息开始，我就浅浅的起了疑心。如今这录音刚好成为了证明我清白的证据。王浩，你死心了吗？我冷眼看他，平静地开口：我当年是给你老婆递过情书，可那是我帮别人递的。我与你老婆一直都只是同学关系而已。从以前开始，你就是这种人，喜欢处处攀比，然后还总是恶意诋毁生活条件不如你的人。你根本不在乎事实怎么样，只要你以为别人生活过得比你差，你就会觉得开心。可我现在告诉你，我过去从来没有因为你感到过自卑难堪，我现在亦不会如你一般要靠贬低他人才能获得优越感。王浩，其实你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小丑而已。我字字诛心。王浩站在我面前，仿佛被人毒哑了一般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我看了看周围站着的家长，唤了他们之中的那位做律师的爸爸一声：石律师，麻烦你了。现在我想要正式对王浩先生提出诽谤的起诉。第12章，死对头彻底玩完。那日过后，王浩再也没脸在度假村待下去，当天就收拾着行李走了，连着他的2个孩子都从班里转了学。家长群里还是一如既往的热闹。某天他们提起了王浩，还是那个喜欢戴大钻戒的妈妈发言最踊跃。他呀，其实就是一个有点拆迁款的暴发户而已。听说他最近投资的那些生意都失败了，现在正到处求人帮忙呢。哎，真替他老子可怜，那点家底都被他败得差不多了。你说谁？那个他老婆啊，早跟他离婚了。还有我跟你们说啊，听到这我按掉了语音，没有再去听那余下的几十条八卦。放下手机，我眼睛望向后院里陪孩子玩耍的老婆，阳光洒在他们身上，明艳又温暖，嘻嘻哈哈的笑声时不时的传来，我也跟着他们一起笑了。这才是最令我感到幸福和开心的事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